他只是想抱一下襁褓中的弟弟，就遭到了母亲的一记耳光。You left it behind on purpose, didn't you? 男孩被母亲的举动吓得不轻。Now get upstairs, out of my sight.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自己抱，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但他还是强装镇定的去讨好母亲。他拿出自己在学校画的画，想要送给母亲，可没想到他的这个好意却彻底惹毛了母亲。女人看到这幅画后，情绪瞬间失控，她一口咬定是男孩偷来的。Liar.I did, Mum. Honest I did. 不管男孩怎么解释，他就是不相信。愤怒之下，他竟将男孩和弟弟一起推进了地下室，还把他绑了起来。不管男孩怎么呼喊母亲，他就是不为所动。好在没几天就被邻居家的狗狗发现了，并将他们救了出来。但遗憾的是，他的弟弟已经被活活饿死了。邻居们目睹这一惨状后，立刻将男孩送往了医院。可由于亲眼看到弟弟死在自己的怀里，男孩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常常从恐怖的梦中惊醒，嘴里还不停地说对不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女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呢？难道就因为男孩偷了东西吗？这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那时的伦敦正饱受战争的摧残，城市的街道被硝烟弥漫，房屋在炮火中接连倒塌，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之中。政府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决定将伦敦的儿童疏散到乡村，而被母亲囚禁的肖恩也在其中。肖恩跟着10几个同龄孩子来到了这个乡村小镇，他的寄养家庭是一位名叫汤姆·奥克利的孤寡老人。这个老头性格十分孤僻，他总是独来独往，与镇上的居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他整天都板着一张臭脸，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但他的孤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他过去的不幸遭遇。多年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海军，等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时，却得知家人因为疾病全部都死了。那巨大的悲痛如同一把重锤，将他的心击得粉碎。从此，他选择了封闭自己，用冷漠来掩饰内心的创伤。当社工带着肖恩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暂时收养这个孩子时，老头的内心其实并不情愿。But he just has to go somewhere. 但考虑到当前的艰难时刻，他还是听从了命令，承担起这份责任。You best come in then. 然而，肖恩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冷清的家带来多少温暖。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老头虽然接纳了他，但他心里还是很抵触跟陌生孩子住在一起。于是为了将肖恩送走，老头告诉他可以去附近逛一逛。随后他就立刻去找了社工，坚决表示自己无法收留这个孩子。社工拒绝了老头的请求，解释说当前战乱频繁，每个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For what it's worth, I wasn't happy about leaving the child with you either. But I'm afraid it's a case of needs must, Mr. Oakley. There's not another spare bedroom going in the entire village. Then try another village. Out of the question. We all have to put our shoulders to the wheel, Mr. Oakley. Even you. There is a war on you. 老头只好悻悻离去。另一边，肖恩在墓园里静静观赏雕像时，突然一只狗窜了出来，吓得他差点跳起来。肖恩急忙抄起旁边的铁锹，准备自卫。这一幕恰好被返回的老头撞见，并警告他不要动不动就说打打杀杀。本就胆小的他，现在更怕老头了。晚上，两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老头再次警告肖恩 Now, as far as the dog's concerned, it's my dog, that. His name's Sammy.So don't you go taking no more sticks to him. Do you hear? 肖恩回想起白天的那一幕，吓得浑身冷汗，最终因极度恐惧而昏了过去。老头看到肖恩如此反应，满心疑惑，不明白这个男孩为何如此胆小。出于好奇，老头翻看了肖恩的行李，他在里面发现了一封肖恩母亲写给寄养家庭的信。信中提到，如果肖恩有任何不当行为，可以用袋子里的皮带随便抽打他。老头读完信后，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他生平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虐待孩子的行为。果然，在袋子里，他找到了那条皮带。次日清晨，肖恩迟迟不肯下楼，只敢偷偷从窗户向外张望。老头察觉到异样，便爬上阁楼查看情况。原来肖恩因为尿床而感到害羞，不敢面对老头。看到老头进来，肖恩连连道歉，但老头并没有骂他，而是默默地收起床单拿去清洗。可当老头下楼的时候，你会发现肖恩的后背全是伤，这一道道伤痕表明肖恩在之前的家庭遭受了严重的虐待。随后，老头独自去找了当地的医生利特尔，他向医生说了肖恩昨晚尿床的事情。他觉得这孩子有些不对劲。医生回答他说，这很正常，因为独自一人离开家来到这个偏远的小镇，难免心里有些害怕。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bout it? What we're all having to do these days, Tom. Huh? The best we ca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由于肖恩只有一套换洗的衣物，一向不求人的他决定向女邻居求助，希望能得到一些男孩能穿的旧衣服。此外，肖恩在邮局遇到了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也是从伦敦疏散过来的。杰克热情地跟肖恩打招呼，并提议两人成为朋友。肖恩望着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男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没过多久，女邻居的3个儿子便急匆匆地带着一堆旧衣物赶来了。当老头把衣物转交给肖恩时，肖恩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过了1天，老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让肖恩脱下衣物试试这些旧衣服。然而就在肖恩转身的那一刻，他意外地发现了男孩背后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老头震惊地站在原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肖恩母亲的那封信。这时他才明白，原来这些伤痕是肖恩妈妈打的。他一把抓起皮带，毫不犹豫地丢了出去。这天，整个村庄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神色凝重地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着首相张伯伦的广播。张伯伦那沉重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来，宣布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那一刻，原本宁静的乡村仿佛也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村民们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和不安。邻居的3个儿子和肖恩一起在老头的花园里忙着挖掘防空洞，他们在与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准备。防空洞挖好后，肖恩留在花园里，用土仔细地覆盖住洞口，确保它足够隐蔽。而老头则要去教堂，临走前还说自己1个小时后回来把防空洞做好。可他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而且肖恩还老老实实的在院子里等他。Have you no more sense than to be out here this time of night? You want to catch your death? You said we had to finish it tonight. 这让老头哭笑不得，他没想到肖恩会如此的听话。Come inside then. Come on. 这天肖恩觉得很无聊，便打开了那台许久未动的钢琴。琴声响起的那一刻，却意外触动了老头的敏感神经。老头怒气冲冲地跑进房间，二话不说就猛合上了钢琴盖。他严厉地警告肖恩，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绝对不可以碰这架钢琴。肖恩并不清楚，这架钢琴曾是老头和妻子之间美好回忆的见证。自从妻子离世后，老头就再也没碰过它。片刻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刚才的言行有些过激了。为了缓和气氛，他主动提议下午去钓鱼。I'm going fishing this afternoon, if you want to come. 肖恩高兴地答应了。就在这时，杰克来找肖恩玩，听说他们要去钓鱼，表示自己也想去。随即几个孩子就跟在老头身后出发了。邻居们看到这一幕都感到惊讶，这也明显体现出肖恩的到来正在改变老头。众人一起穿过空旷的街道，走过乡间小桥，来到小溪边，开始了垂钓。老头在与肖恩对视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老头看到肖恩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便打算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可肖恩却高兴不起来，好像不太喜欢去上学。果然开学第1天，老师就惊讶地发现，虽然肖恩已经9岁了，他却如同白纸一张，对文字一无所知。显然在此之前，肖恩的妈妈从未让他接受过教育。无奈之下，老师只能将肖恩安排到1年级从头开始。面对这样的落差，肖恩心中很是失落与自卑，带着满腔的挫败感，肖恩回到了家。老头也察觉到了肖恩的情绪低落，他决定帮助肖恩。于是每天晚上，老头都会耐心地教肖恩读书写字，从最基础的拼音和数字教起。虽然肖恩起步晚，但他非常聪明，学习能力也很强。很快，他便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而老头看着肖恩的进步，心中也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孩子的到来，似乎为他死寂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生机。不仅如此，老头还发现肖恩在绘画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他不用尺子就画出一条直线。I'm straighter than I can do with a ruler. Wherever did you learn to do that? Just did it. Go on then, get it copied. 这天，老头特地去镇上的文具店买了一盒彩色颜料。这些颜料对肖恩而言，不仅是物质上的奖赏，更是开启内心世界的钥匙。从那以后，绘画成为了肖恩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也让他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了一丝慰藉。老头看到肖恩的画作后，也是赞不绝口，还把他的画贴在墙上。这些画作给原本冷清的家增添了不少生气。在老头的关爱下，肖恩渐渐适应了乡村的生活，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而老头也因为肖恩的到来，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热情。他开始积极参与教堂的活动，与邻居们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转眼间，肖恩迎来了他的10岁生日。老头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精心为他准备了一场温馨难忘的派对。随着风情的悠扬旋律在家中回荡，老头那被岁月掩埋的弹奏技艺再次得到了展现，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对肖恩的深深祝福。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肖恩刚刚适应乡村生活，与老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时，一封来自母亲的信件打破了这份美好。他的母亲生病了，让他立刻返回伦敦。
肖恩虽然心中充满了不舍，但还是决定回去看望母亲。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他们目睹了刚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士兵队伍。二战的硝烟已经弥漫至欧洲大陆，战火即将触及英伦三岛。将肖恩送上火车的那一刻，老头非常担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次分别或许真的会成为永别。几天后，肖恩回到了伦敦。当他兴奋地朝母亲挥手时，却发现母亲根本就没有喜悦，他只能默默地走上前去。You look different. Put weight on. See, I'll take that for I'll you. say what to take and not to take. 对于母亲时而的异常表现，肖恩已经习以为常。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告诉他有一份特别的礼物等着他。回家后，肖恩惊讶地发现，这份特别的礼物竟然是一个婴儿。原来母亲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生下了一个弟弟。肖恩看着这个新来的家庭成员，心中很是喜悦和好奇。当他想要去抱弟弟时，母亲却打了他一巴掌。You left it behind on purpose, didn't you? 显然妈妈的精神状态极其不稳定。第二天，肖恩见妈妈状态稍有好转，肖恩便拿出自己精心绘制的画作送给她。可没想到，妈妈瞬间情绪失控，她一口咬定是肖恩偷来的赃物，不容分说地将他推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无论肖恩如何解释，都无法穿透那道紧闭的心门。与此同时，自从肖恩离开小镇后，老头一直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当广播里传来德军轰炸伦敦的消息时，老头的眉头紧锁，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这天，他在田间劳作，锄头无意间挖出了那条曾被自己愤然丢掉的皮带。这不起眼的物件却如钥匙般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他想起了肖恩背上那些令人心疼的伤痕。这份揪心的挂念让老头再也无法安心，于是决定亲自去伦敦寻找那个让他牵挂不已的孩子。当老头来到伦敦时，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战争给伦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到处都是残破的建筑物，街道上的人们神色惊恐，躲避着不时掠过的空袭。老头不遗余力地打听肖恩的下落，最终在一位热心人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肖恩的家。突然，狗狗的异常躁动引起了老头的注意，他似乎在焦急地寻找什么，不时用爪子扒拉着门。老头猛地撞开了房门，一进门就看见狗狗趴在地下室的门口，一股难闻的臭味弥漫在空气中。费尽周折解开一道道锁链后，肖恩被绑在暖气管上，怀里紧紧抱着他刚出生不久的弟弟，但弟弟已经不幸去世了。原来肖恩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在肖恩回家后，病情突然发作，酿成了这出无法挽回的悲剧。邻居告诉老头，肖恩的母亲去了海边，已经1个多星期没在家了。这件事给肖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每到晚上，恐怖的梦境就会缠绕着他，只有在药物的帮助下，他才能艰难地入睡。这种依赖药物以求一夜安眠的状态，成了他当前无法摆脱的困境。儿童之家决定安排肖恩去孤儿院，并为他提供心理辅导。然而肖恩却希望能跟老头回到他们的小镇，但遗憾的是，由于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儿童之家拒绝了老头的请求。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老头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医院，带走了正在熟睡的肖恩，将他偷偷带回了乡村的家。可他们回来没多久，儿童之家的工作人员就找了过来，还带来了一个噩耗。肖恩的母亲已经选择跳海自杀了。按照规定，身为孤儿的肖恩将被送往孤儿院生活。老头坚决反对，他向工作人员详细讲述了肖恩在伦敦所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们之间那份超越血缘的感情。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肖恩的监护人，为他提供一个家。 Because I love him, of course. As if he was my own flesh and blood, I do. And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he loves me as well. And is that really enough, do you think, in this day and age? Well, I suppose it has to be, hasn't it, Mr. Greenway? In this day and age or any other. Because if it isn't, what else is there, eh? 在老头的执着坚持下，加上伦敦儿童之家斯泰尔顿博士的理解与支持，老头最终赢得了肖恩的抚养权。之后，他便开始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努力帮助他走出心里的阴霾。虽然肖恩的身体逐渐康复，但他的内心依然饱受煎熬。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会从噩梦中惊醒，而老头总是第一时间来到他的身边，用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温暖着他受伤的心灵。就在肖恩慢慢恢复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杰克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离开小镇。肖恩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觉得自己又要失去一个重要的人了。老头注意到了肖恩的沮丧与无助，他决定用自己饱经风霜的人生经历来教育他学会坚强。老头向他讲述了他自己如何面对失去妻子和孩子的巨大痛苦，那种痛苦让他几乎崩溃。 Except I didn't lose them, you see. Because they're still here. Inside here. And always will be. Just like Zach will be for you. In every little thing you'll ever remember about him.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nobody can ever take away from you. 肖恩聆听着老头的诉说，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慢慢从往日的阴霾中走了出来，生活似乎又步入了正轨。可每当他看到邻居太太怀中的新生儿时，那份深埋心底的哀伤与思念便如潮水般涌来，让他不禁想起死去的弟弟。邻居太太看出了肖恩眼中的落寞，她温柔地将孩子递到肖恩怀里，让孩子纯真的笑容和生命的温度成为治愈肖恩心灵的良药。那一刻，肖恩终于放下了背负已久的重担，勇敢地迈出了拥抱新生活的一步。故事的最后，肖恩和老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肖恩的绘画天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而老头也在肖恩的陪伴中重拾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